离开同里古镇后，我们打车来到了位于嘉兴的乌镇。乌镇银河道纵横分为东西南北栅，大多数旅客来到乌镇游览的都是西栅景区。进入景区前，先在景区外的这间玄武水宴吃个午餐。麻婆豆腐、蒸鱼，这个是马兰菜，还有鲜大黄锅巴，还有一壶这个菊花茶，才40多块马币，超便宜。乌镇的住宿都是景区统一管理的，可以选择酒店或者民宿。在柜台登记时，工作人员会简单为你介绍乌镇的整体概况和游览重点。如果进到景区后还想去到外面，需要到指定的地方做个登记，就能自由无限进出。景区外有许多餐饮和妆造店。登记完后就可以把行李送去托运，我们就无需拖着行李，可以直接到景区游玩。有入住乌镇内的游客也可以无限次乘坐景区的游览车。游览车的路线主要分为东线和西线，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上下车的停靠点。我们先来到了今天会入住的民宿。我们这次入住随机抽取的是民宿18。我们预定的是临水的房型，在房间就能直接欣赏到乌镇的水乡景色。房间整体的空间还蛮窄小的，但基本的设施都很齐全，也很干净。在乌镇有许多小景点可以慢慢游览。首先，我们来到了附近的喜庆堂。喜庆堂是一处以传统婚俗文化为主题的小景点，从喜堂布置到婚礼细节，都能感受到旧时代曾经的仪式感与喜庆氛围。在乌镇慢下来的方式有很多，而听一段评弹是最能感受江南的一种。我们来到了乌镇的评书场。我们点了份茶点套餐。在乌镇不必刻意安排景点，随处走走就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。乌镇夜晚的灯光感觉不多，有点太暗，而路船也都是没有灯的。走着走着，我们来到了临水居。夜晚临水居的光影效果很梦幻。最后走到这里的重头戏——梦露临水光影秀。9幕秀每10分钟一次循环上演，表演时长是5分钟。
梦入文心，墨色浸染，舟行与虚境，如同文人漂泊与星海。别影清冷，是庄周的哲思。一沁如初，梦未曾醒，却已坠落于心里最初的温柔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先在客栈享用早餐。在这里入住一定要早起，这样就能好好感受早晨没什么人的乌镇。没入住乌镇的游客9点后才能进到景区，所以在这之前人会少许多，可以好好走一走，拍拍照。我们走到了早茶课的区域。如果要在乌镇体验早茶课，要提前1天在酒店前台预约。每天限额300名，会有30元的额度可以在这里消费。未预约成功的也可以自费体验。接着我们走到安都坊来乘坐摇橹船。我们早上7点到头地啊。从阿杜坊码头坐到如意桥码头，全程大约半小时。第二天离开乌镇，就要提前去寄行李，之后还可以慢慢待在景区内游玩。离开前，我们还来到了第8季向往的生活的蘑菇屋看看。我们去的当时，这里是没有开放给游客进入的。至2025年12月10号才正式开放。往蘑菇屋里面走，还有一间月老庙。蘑菇屋附近还有一片田野花海，节目拍摄时也曾在这里取景。如今许多游客都会来到这里拍照打卡。我们在乌镇的旅程就在此结束了。下一站我们将前往杭州，去感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里的杭州美景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